8点了，哇哦，我们看了，进去了吗？嗨，那我们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各位咪咕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熊猫堂 Blues Pandas。嗨，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卡斯。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陈丁丁。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崔云峰。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齐哈。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猫堂的17军。没错，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咪咕音乐的直播间，和朋友们见面。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我们的饲养员吧？对，饲养员你们好吗？也是我们要热情的打招呼好吗？我感觉很久没有直播，已经不适应了直播的这个。对，刚才我们就是5只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说还蛮开心的，好久没有以直播的形式和大家这样聊聊天了。是的，就所以很感谢咪咕，就是邀请我们这次直播。没错，然后也非常的感谢可能在手机面前就是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是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那我们现在朋友们都进来了吗？朋友进来了，我们就要送第一波福利了。啊，上面就是对啊，就开门红。是的。啊，好像有人类都进来了，都进来了。有人类。嗨，各位，你们好。人类，你们好。哇，有人类，你们大家都是一个名字呀？好吧，和大家可以先闲聊一下嘛。现在7点半，大家都应该都吃饭了吧？是的，是的。那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次的直播？这咪咕邀请我们去。谢谢咪咕，让我们去。对，把我的话说了，你把我的话说完了，我又不知道要说什么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那么多话吗？因为我刚才我输了，我第一个吃螺丝，你知道吗？我刚才大家好，卡壳了，一开始就卡壳了。没事，后面不卡就好了嘛。好啦，粉丝，大家怎么都永远支持最棒的熊猫堂？谢谢。谢谢。为什么大家的 ID 都是一样的呀？我这对，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听一下我们的新专辑的新歌啊？对，我们目前发了几首新歌，已经。吹风来数一数，猜一猜。等一下啊，1个2个，数完了，我好怕他说第3个。对了，我们目前已经就是试出2首新专辑的歌曲了，大家喜欢吗？当然喜欢，他们不能不喜欢。好了，那我们既然就说到我们的新专辑，那不如就给大家唱一下我们的新歌，好不好？好啊，那一首《满意》在我们开播之前就送给好啊，那我们请要吧，分情调。等一下啊，人气很高。我是不是找了一对吧？哦，是好来。5、6、7，我是不是必须得到报应你才满意？你蓄意破坏了原本爱你的歌曲，我无非是你炫耀的事情，像是伸张正义，是我的问题，不用列举。我是不是再唱就要他们说对了。开玩笑啦，其实，希望大家可以在咪咕音乐，然后听到我们熊猫堂。好期待，好期待！而且说实话，盛典呀，就是感觉很神圣，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很荣幸，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很荣幸，咪咕能邀请我们去参加这次的音乐盛典。对，所以要感谢咪咕，是不是？对，感谢。而且我们也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为就是当天的就是来电的新人，然后也可以去领略一下就是前辈们的舞台。是的，那我们也就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可能也是有第一次看我们的朋友们嘛，就是他们说，你们当时是为什么会参加熊猫堂？为什么会参加熊猫堂？峰峰，你先说呢。我已经组织好远了。你先说。没有，是因为那个，就是他们跟我说，就是可以让我
出去玩，出去玩。对，他说会带你去各个地方去拍 MV， 然后各个地方去工作。我想说哇，可以去那么多地方，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一次我们的那个咪咕来电之夜音乐盛典，我们就去到成都，是不是？我就可以去成都，对吧？很想念成都。峰峰呢？我是因为喜欢唱歌嘛，然后希望能从驻唱歌手的小舞台走到更大的舞台去。乱 Q 这个。我妈就是一直其实是有这个男团梦的嘛，就是一直都有。然后听说有熊猫堂这个项目就来了，就义无反顾就来了。其他呢？我也知道，就是当时你没有什么犹豫就找我，对不对？其实你们都没有说出，就是你们其实对大舞台以及做男团都是还是怀抱着梦想的，对吧？就是一个是带着工作能够带薪的去玩，是不是带吃？一个是因为想去更大的舞台，成为一名让更多人知道的歌手。然后现在也是因为唱歌，然后实习也是因为有一个男团的梦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熊猫堂还是成就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想的。是的，没错。对，那哇，你真的是采访的很好，今天主持人做的特别棒，是吧？那麦在手边，麦都不拿刚才。而且我听说来电之夜的音乐盛典舞台特别的大，特别的棒，是吗？我很期待，真的很期待。所以我们这几天我们就是不是在做精心的设计嘛，然后能够希望我们熊猫堂能够撑得起这个舞台。对啊，而且我们在直播之前，我们一下午在排练，就真的在用。那是每天都要做的。哎，我问一下你们，我们虽然去了成都很多次了，你们有会说四川话吗？来，一人给我显摆一句。巴斯的很好，生气。我先讲了，我不管。还有什么呀？其实他还有另外一句，好巴适哦，好巴适哦。哦，那次我们去成都还学了一个什么三碗蛋炒饭，还是什么的，就3碗蛋炒饭。说什么都离不开吃是吗？对，就是那天在饭馆跟那个。我爱你们，是吧？我爱你们，是这个调。怎么感觉说的不是四川话？武汉的味道。哎，一人讲一件你觉得对成都来说就是印象最深的事情啊，可以是吃，可以是就是你看到了美景啊什么的。那我先开个头好吗？因为我很想说这个事情。那你都已经说了，我怎么能说不行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 A 专辑的首唱会是在哪举办的吗？在哪里啊？你说。成都呀！再说一遍。我们 A 首唱会是在哪举办的吗？他应该是先在我的梦里已经办过一次了，哦，然后才在成都落地了。哇，我真会说。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不管去成都参加活动，或者是我们办我们自己的首唱会，都我们那边的饲养员都很热情，就是啦啦啦那首歌就一直在跟着我们一起唱，还有跳舞，就感觉真的是很感动，氛围很好，对吧？那你对成都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对成都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还是吃吧。那是具体吃是什么呢？吃，他们那边有个串串，然后还有火锅，还有冷锅串。你再说，后面的人没法说了。那你们对吃都可以说一下。峰应该就那3个字。钵钵鸡，我是钵钵鸡是很好吃。他把那个棒棒糖打在了我的脸上。可以这样的吗？还可以扇一个糖棒糖。好了，你对成都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实习君。我是去那个，就是有一个建筑物，有一个大熊猫趴在那个大厦上面。是标志性建筑。我们也是熊猫嘛，所以看到那个时候就是，我是觉得还蛮。很想自己爬上去，换下来是。好了，其实为什么跳过了我？你没有说吗？没说。你说什么了？我就说了3字钵钵鸡，还是替他说。我不是很想给你说吃的机会，我不说吃什么畅谈说不说吃什么。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那个，我们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就是那个节目嘛，就是在街头唱歌的那个节目，对。我觉得那个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地点，而且我们还会去，对不对？对，所以还会去。
我们这次期待，我跟你讲，我最期待是什么？就是期待我们这次去成都的女巫来电之夜的舞台，因为刚才婷婷跟我说很大对不对？我就很期待舞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保持一份神秘吧，到时候见到舞台，我希望你们肯定眼前一亮，能撑得满那个舞台。对，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们10月15号，我们这次的新专辑《emo 了》也会全网上线。对，大家记得收听哦。emo 了。这次里面我们的几首新歌，曲风我们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然后对我们来说都有一个新的尝试。然后你们其实有没有就是说在我们的哪些歌里，然后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尝试的吗？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想尝试。对，就比如说峰就说峰想尝试 rap， 或者说卡斯想尝试高音之类的东西。我什么都想尝试，他已经有高音，因为我觉得音乐是真的是一个就是很丰富多彩的东西。说的好大哦。不是要说大一点，就是开始聊音乐。因为我刚才听哈哈说尝试了好多，我想说我们才尝试一小部分，我们未来我们可以尝试各种各样不同样的音乐元素。对，那就是比如啊，就是我们平常嘛，我们现在每天演唱会在排练嘛，训练，对不对？你有没有特别深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日常，因为其实好像我们从我们做训练生到现在出道1周年演唱会，到现在马上迎来我们的第一次巡演，我们好像很少了解，就是会聊到我们现在生活训练会发生的事情。我想也想借这个机会和你们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每天你们会有什么感触吗？就我们为了演唱会彩排跑通告。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最近这2天才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最近这2天，有一天下午我们5个人不是聚在一起，想说我们的演唱会里边我们要讲什么，要跟我们的饲养员互动什么东西。然后鼎鼎呢，就是这个桌子哦，鼎鼎拿电脑，啊，这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很忠心的我们熊猫团的记录官，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说什么话。然后鼎鼎都会把对，把也不是啦，以前卑微的时候做那个实习生的时候，记笔录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要在这里感谢一下鼎鼎，就是比我做了很多，对他做了很多，真的，很辛苦了。没有，我是觉得最后如果就是在演唱会上面呈现的，然后大家很热情、很喜欢我们的表演，所有都是值得。因为每个人你们也出了点子嘛，对不对？我只是做一个记录，我是希望能够满足你们每个人想展现的点，都集合在一起，然后都呈现给大家，这才是我们5个人的特色，才是熊猫糖嘛，对不对？是的，好，那我们下一趴主持人，我们来谈一下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喜好，以及将来就是自己想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峰峰可以就可以立马说一下。唱歌，对不对？那你错了啊？是吗？以后上跳舞。为什么不想呢？来，萌萌先说一下，你自己澄清。问题是啥来着？就是也就10秒。以后想发展的方向，应该是这样说，就是以后想带领着我们熊猫糖发展的方向。哎，等一下，什么意思？带领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发展的方向就是我肯定希望往更成熟的歌手的方向发展。回答完了。哇，这就是歌手的发言，真的很精简。可是呢，我的方向的话，真的就是不固定。就是任何的方向我都想发展一下。你是万象龙，就是哪个都有希望。以后就是影视机。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特别适合唱京剧。唱京你嗓子特别好，很亮，真假的？对，很穿透你啊。你知道我在大学我修戏曲课的时候，我真的有唱过京剧，就是那个奶奶，你听我说，那个真的还蛮好的耶。实习奶奶。我来不了这个。实习，那你就是接下来有什么就是想发展，就是及规划的吗？就是我还是希望首先在唱跳上面做的再精致一点嘛，我觉得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然后也希望能在演戏上面会有一些发展。对，我也挺喜欢就是表演啊什么的。哈哈呢？我要追逐我的偶像。
谁？沈腾老师。哦，怎么追逐啊？就是哈哈也是想往综艺这边发展一下，是吗？就是尝试嘛。对，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更能代表我们双胞堂，就是每个人想哦。最近我学到一个词，六边形少年啊，是什么？就是全方位发展，你知道吗？啊，为什么不是圆？啊？六边形嘛，就是全方位发展，好不好？熟悉了这个词，那就是我了，是个战士吧？我就是六边形少年。你是有6边形吗？你长得我要开始做坏事了，因为你们不是一直在夸我吗？所以说你为什么一直夸你要做坏事？说说你就是在我们5个人里面最佩服哪位成员的哪个点？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我觉得这不是很难的点。我最佩服成员的哪个点啊？我可以每个人都说吗？因为不可以，只能说一个，只能说一个得罪其他的人。是这样的吗？那再怎么得罪，也不能得罪队长。我最佩服陈丁丁。你好会啊！我很想去，我很佩服陈丁丁那种比你胖一点吗？不是，作为队长的那种大气感，就是没有，就是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气场，我很感动，就是我们刚刚直播前，说实话，我们5人一起去吃了一个饭，就简单的吃了一个饭，然后就是吃完饭呢，就领导很霸气的说：“哎，老板结账。”我当时我就觉得，哦，这就是顶顶。就是我们都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然后最后吃完饭，我们几个人还刚吃完饭，然后休息一下聊聊天的东西，玲玲就立马就想着把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后我们也是 AA 了，不是，因为有时候坐久了没有人喊买单，真的蛮尴尬。所以我坐了很久，可你都没有张嘴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1个小时了，还是坐在那里。他呢？突然到我了，也没有突然，总会到你的。什么问题啊？最佩服成员哪一个点？我最佩服卡斯，谁都不得罪这一点。哦，真的吗？我这么 nice 啊？我觉得卡斯就是你们是不是都很喜欢我？端水没有？你说的没有？我说的什么？你刚才说没有，他说的没有，我来看。我最佩服哈哈的真实。你这样接我很尴尬。哈哈呀，我觉得哈哈挺让人佩服的。哈哈每天都说我要减肥，然后呢，晚上又晒出了，哎，你看我吃今天做的麻辣香锅。我跟你说，哎，说实话，我们5个出去吃饭，我今天一口都没吃吧。是的。但是你昨天但是但你昨天的麻辣香锅看起来很多，比那个就是点的要多。所以我们最佩服的其实是哈哈说减肥的这个实际性，是的，也很真实，他只是在说减肥。慈禧呢？我很好奇，就是你作为大哥，然后呢，会我是叔叔了已经。我挺佩服其他的。为什么都佩服我？看着我说其他，这个人真的是看着我说其他。其他那个上厕所的频率。你成功的让全这样插一插，这个时期的真实。我只跟你说，你不懂，你不是 vocal， 你不懂 vocal， 每天都要很频率的快，跟他风唱成的那个唱出高音。因为最近吃的少，喝水多，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们5个人真的还蛮了解彼此的，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就是看我们直播的各位饲养人和各位新的朋友，来问一下你们了不了解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玩个游戏。哎，什么游戏呢？来，主持棒交给我，我们要玩个游戏。这是我是卡斯的点，这是在我们即将要发行的我们的新歌《口香糖》当中呢，有5个道具是属于我们分别属于我们5个人的，让你们来猜一猜这个道具到底是属于谁的，好不好？来，我们请上第一个道具。来，这个时候我们2个就做来看一下这个道具。哎，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来，你觉得是属于谁的呢？看一下啊，它这个是纯塑料的一个。很廉价。我们这样子吧，我觉得哎，你不能说，你要展示一下它的功能，它能按的。然后泡泡呢？请问泡泡没有装泡沫水。要装的话不会粉。好了，我们先随便一个人拿着。来，第2个道具，来，这个道具呢很实用。是你装什么都看得到。对。
This is 个为包。对你今天要去干什么，他都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对，就是活得明明白白的。好，来第3个道具，哇哦，又是一个包，这个包这是个详细包很多啊。哎，这个其实这个很明显，对，就如果知道我们熊猫堂的人，应该一下就猜出来这是谁的包。花心，来给你。好，崔云峰，你先拿着这个包吧。来，好，来第4个道具。哇，我们怎么没有其他道具？又是一个包，放在那里，又是一个包。不要让他们猜出来，疑惑一下。好，来最后一个，哇，麦砸坏了赔不起，你轻点。来猜一猜这个熊猫是谁？看一下，这抬头纹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先不告诉你们答案，你们等我们新歌发了之后就知道答案了，好吧？来，我们接下来我郑重的把这个主持棒交还给丁丁。好的。巧很多色了。说到我们的口香糖，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口香糖是10月12号全网上线，到时候呢，我们就一起在评论区一起吹泡泡，好不好？好的，好大家听到这首歌名就知道这首歌是一首甜甜的，对，很甜，很浓的，然后很童真，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很不容易，就是在这个歌里面表现我们童真，但是我们做到了，你知道吗？对，10月12号了，也是10月12号，你就知道我们有多童真了。对好吗？在10月12号收听我们的新歌叫《口香糖》。然后，好，我看一下接下来的 part 是什么。哦，我都是问一些就是你们喜好的东西，然后让这样你们更了解你们。好，然后就一个个问到啊，你们自己说。刚才我们说到吃饭，对不对？你们每个人来说一道就是最喜欢的菜吧。就今年好不好？我知道你们对于食物都很花心。今年最喜欢的菜是什么？最喜欢的菜好多哦，好多。我选择困难症算了，我感觉。我比较喜欢吃那个炖排骨，炖排骨，而且是电饭煲炖的那个，锅都不能大铁锅炖的不好不香吗？不是啊，就是我，对都香，对，但是电饭锅要好做一点。可是我真的是选择性困难症，但是我最近就是真的蛮想吃的，然后也没有机会吃的，就是大闸蟹。哦，我刚吃过也不好意思。真的就是那个他吃大闸蟹有邀请我，但是我没有时间去，真的太可惜了。那怪谁呢？怪我自己。我还给你留了2只，结果你也没有去。特别喜欢吃那个牛肉火锅。牛肉是那个我们对。哦，我知道是哪个了，你不用说太明白。对，不用说太明白，不用大家都明白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吃，很好吃。我就没有那么花心了，我就没有变过，还是酸菜排骨。酸菜排骨。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是酸菜排骨？我之前一直说的都是酸菜排骨啊，我没有变过，哪像你那么花心？所以鼎鼎，鼎鼎，我跟你讲，鼎鼎作为本场的主持人，我需要为难他一下。我感觉你才是主持人吧？我不需要你来，就是说一下你最喜欢的食物，而我需要你说出来的是形容一下我们新歌，你觉得它最适合哪个食物呢？新歌啊，就是我们10月12号要发的这首歌《口香糖》，虽然它是个食物，但口香糖不能吃。对，所以我希望你形容一个食物来形容这首歌。口香糖是吗？哦，我觉得这个食物就是你最不喜欢吃的食物，就是菠萝胡老肉。因为什么？因为很甜，很齁。哇哦！主持人真的是功力特别。我今天老是吃螺丝，真的是来交还给你。为什么不是你？麦你拿不住吧？烫手。好了，那既然说到我们的新歌，对不对？那我再看一下啊。我现在都不按台本来，但是有些问题我觉得，不要回答没意思，我要单独问你问题。我们熊猫堂呢，每个人就是发到现在已经发出去的歌，已经上线的歌，你们最喜欢哪一首？哇哦，这个有意思的问题哦，真的好有意思哦，非常的，我每一首都喜欢。哎，你今天排练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这个可以造谣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对音乐有品味选择的人，但是你这排练的时候怎么说的？
怎么又是这首？我说今天谁放的音乐啊？音乐放的那么每天都是我放的，那么好听。好啦，我觉得当然每首歌是我们自己的歌，一定我们自己都会喜欢。那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就是你可能自己的一些方向品味的一些歌曲。卡斯打个榜吧。啊，什么意思？这首歌已经上线了。你现在得罪一下我们的歌吗？就是我们现在上线2首歌嘛。其实我说之前实话，所有的，我们现在上线2首歌，一首是非常抒情、非常好听的歌曲，一首是中版的，类似于 R&B 的那种稍微中版的歌曲。我觉得2种歌曲的曲风都不一样，我真的很难选择，而且我2种曲风我都很喜欢，而且我们为这2首歌设计的舞台也非常，我说实话透露一下，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希望你们去我们的巡回演唱会来看这2首歌的舞台。精心编排哦。你看，我是把话题成功的转走了。来，下一位也没用了。好，来，你来回答。你说什么？你发出2首歌，你最喜欢哪一首？考验素质的时候到了。不是发出的所有歌里啊，不是所有歌。所有歌啊，不是。我不止这两不会选题啊，卡斯。我听错了。别你说我们已经发了20几首歌，然后卡斯2首。好吧，那就顺着卡斯的来说，好吧？就比如说满意这首歌和就算与全世界为敌，我要跟你在一起，2首歌相对来说会比较喜欢哪一首？我真的没有在那个装或者没有在给你，真的觉得我2首歌都很喜欢。看我真诚的眼神，我2首歌真的都很喜欢，而且最近我们也循环了很多次这2首歌，对吧？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因为我们在练习。何止这2首，20几首。虽然我真的分别不出来这2首歌都有我最喜欢哪一首，但是我可以说我还蛮喜欢那个就算全世界为敌要跟你在一起这个歌的也不能说是舞蹈吧，是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棒，只有看现场的朋友们才会懂。对，没错，所以你们一定要来现场看我们这首歌 live 现场。这首歌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对，而且非常的，而且婷婷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 idea， 对吧？用了吗？用了呀，对啊，你看我又成功的转移了话题。你就是想多拿一会儿麦。我2个都挺喜欢的。回答完了呀，我2个都挺喜欢。好的，肤浅。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吗？这个问题结束了吗？好长哦，这个问题，干嘛要问？是你问的吗？好，这样的，我们这张专辑 emo 里有很多新歌，又不问我？没有，我喜欢问你们2个，因为你们2个是 vocal， 问你们深奥一点的东西，好不好？是的。就是我们这张专辑 emo 了，不是发了很多新歌嘛？但是上线了2首，其他的歌名大家知道吧？呀，你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没有发的歌。我刚才就是想没有发的，推荐没有发的歌。完了，场面失控了。推荐没有发的歌，我怎么推荐啊？就是你要诱惑大家，就是没事，大家已经知道歌名了。对啊，是吗？对，大家已经知道所有歌的歌名了，所以你就说你推荐大家哪首歌，你可以。如果是我们的粉丝的话，这样我应该都知道你们的歌名了。扣钱了，你要回去。我在想，那我推想荐我们专辑有哪首歌来着？我推荐，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推荐那个就算与全世界为敌要跟你在一起这首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崔云峰的 vocal 在这首歌里边充分的展现了他就是那个胸腔和头腔那种混声的那种专业高亮，瞬间变那个音乐的那个对对，真的峰峰在里面表现真的很棒。就是我们这首歌里面的副歌部分专门有2句给崔云峰同学 solo 去让他尽情发挥，他发挥的非常出色。请问谁没有 solo？ 非常棒。你这个屁拍的有点响。喝水大师吗？没有，就佩服。早知道刚才你问我熊猫最佩服谁，我你说了这么多，峰峰还是没有回答，你把他想说的都说了。没有，他在替我解那个解围，对，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比较，
哎，我不知道，不能这么说啊！我觉得这首歌的确给了我一些空间去展现，对和发挥，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首歌的风格也跟我们大部分的歌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好。他的行了吗？我现在来啊，到我了吗？那我就要吊一下大家的胃口，我要说胃口不例外，因为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还不知道它是一首什么类型的歌，所以大家就15号期待一下。具体的就不跟大家说了，反正就是太好听了。好，希望大家支持我们10月15号发行的 emo 了。对，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10月15号发的全新专辑 emo 了。对，然后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可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嘛。这首歌里面就是5首新歌的曲风还有风格都不一样，对于我们熊猫堂来说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挑战。对，然后希望这次我们能把大家的故事全部唱进歌里，把你们每个人的故事，然后都可以带进我们的歌。当你们每个人听我们的歌的时候，都会能够内心带着不同的情绪融入在我们的每一首歌里面。对，如果你觉得听我们专辑已经就是不过瘾的话，你们可以来我们的全国演唱会来听。对，那我们可以就是小打一下哈，我们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全国巡演，对，然后我们的第一站是10月24号在哪里？上海。那我们10月30号在哪里？成都。大一点声音。10月30号在哪里？成都。哎呦，好吓人呢。12月18号在哪里？广州。然后我们也很期待，就是能够和朋友们线下的见面，对，让你们能够真切实感的能感受一下我们的现场。因为北京的演唱会其实大家有很多遗憾嘛。对，很远的朋友都没有办法来。我们都会就是也是很精心的，就是希望能够调整好，然后让大家能够观看的舒适，对不对？对。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这张专辑叫 emo 吗？为什么？来，官方顶上线。不官方现在很流行，你知道吗？其实 emo 这个词是到了晚上，现在年轻人的很容易的一种情绪化，它不仅仅只是说是不开心，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熊猫堂可能在第一张 A 下专辑陪着你们开心，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第二张专辑 emo 了能够走进你们的心。如果你们在不开心的时候，你们也可以随时躺下，有我们熊猫堂在后面给你们撑着。没错。第二张专辑 emo 了，其实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张专辑。那第一张专辑呢 ，Asia 是一张非常快乐的专辑，元素很多的专辑。那我们在我们的巡演里边，把这2张专辑的歌都融入在一起，那就是希望现场能给大家带来开心的同时，也能希望大家把不开心就释放在我们的巡演里边，这样子大家就能更开心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对不对？是的。哎，我们这么突然一下官方一下，你们怎么就是不捧场呢？捧场啊！捧场，说的好不好？好。要不要去我们巡演？要。我们肯定就去了，不管你们去不去。就是因为好多朋友的话可能不知道怎么订票，其实在猫眼那个就是我们关注我们熊猫堂，然后其实上面都有一些信息可以关注我们，然后我们实时动态。如果不知道还没有订票的朋友们，可以走一波咯，到时候期待你来现场和我们见面。好，那接下来呢？然后主持人又问了，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近期一直在坚持的事情。分享一下最近一直在坚持的一件事情。我最近好抢啊！哎，那你先讲。我都知道。对啊。健身啊，对，我现在基本上一周要去个5次上。对，他去6次健身，然后5次去拍照，然后还有1次健身完吃饭。对啊，就除了是那个有特殊的拍摄任务或者是出差，基本上都会去了。17呢？减肥。最近一直在坚持的是给家里人打电话。给家人打电话，对吗？这个不叫坚持，不是因为就是日常，
就因为前一段时间其实大家这个工作其实很忙嘛，其实没有太多时间能跟家里面有联系什么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段时间稍微会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我就挤出来，然后给家里面打个电话联系一下。我最近一直在坚持的事情，就算你不要上看书。我最近一直在坚持的事情就是给陈经理惊喜，因为我真的，点点你有感受到吗？你没有感受到吗？有惊喜，我把宿舍打扫那么干净，你不感动吗？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是你应该的事情啊。没有，因为我真的说实话，我看玲玲最近，不管是为了我们的巡演，还是为了我们这个来电之夜的音乐盛典，就是还有各种工作，就很蛮就是怎么说呢，辛苦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就是怎么说呢，让他开心一点，所以我把他买了很长时间的鞋架。他哭了，我感觉你这我不哭不好吗？这我有点哭。没有，他买了鞋架，然后一直扔在宿舍没有装，然后我说我要给他惊喜，我把它装起来。然后宿舍因为他忙嘛，我就不想让他打扫，然后我就打扫宿舍，就是我都哭了，你不哭，你不哭啊？是不是？卡斯就是感动了自己。对，我觉得是。我说我今天上楼的时候，我说，哎，这怎么多了一个新鞋架？玲玲还没有说话，卡斯说啊，这个是玲玲买的一个鞋架，买了1年了，终于装上了。有生之年。你说的这些事情呢，我是有感觉到你最近有一些变化，但是在我这里总归2个字，我觉得变勤快了。但是我没有 feel 到是没有感觉到惊喜。但你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还挺欣慰的了。就最近真的辛苦了。不辛苦，我觉得也是为了大家好吧。因为我还是挺辛苦的。我说实话，我很怕这种突如其来的，因为平常我其实习惯就是为大家就是做些事情，我觉得很正常。突然有一波收到这份强行的感动，我有点不知所措。卡斯每次夸我的时候，我也不知所措。好啦，其实就是卡斯最近我有知道他还在坚持的看书，对吧？对，我有在看书。我那天看到他在床上看书，Oh my god！ 你在坚持学英语吗，爹爹？这世界是怎么知道？我最近在坚持的一件事情呢，坚持打字，坚持跟人 battle。对，我最近坚持每天就找人吵架，知道吗？就最近练自己的嘴皮子，我发现年纪大了，嘴巴经常唱一下 rap 就容易就是变死板。真的想尝试 rapper 这个路线是吧？对，所以平常有时候为了监督你们凶一点，然后就是嘴巴碎一点，就是唠叨一点，你们也不要在意。其实我纯粹是在训练嘴巴的。这样的。好了，那我们就是最后言归正传，其实我们双胞堂今年嘛7月28号出道1周年，到现在马上有1年半了，对不对？我们很感谢就是一路以来就是追随我们的饲养员们，其实就像我们朋友家人嘛，然后以及包括在就是屏幕前的你们，每次我们一出新作品，就他们比我们还早的发现，然后比我们还早的评论，就是为了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那其实我们都有知道，你们所有的评论和留言，我和大家说，我们尽量就是抽空全部都能看开。虽然我们不能一一的就是回复，但是我们都收到了大家的就是支持和鼓励。我们也特别的想借这个机会，在这里谢谢一下所有的支持我们的朋友和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好不好？谢谢。然后我们最后。是被我感动了吗？没有，有点感冒，鼻涕了。你很强行的感动我哎！我想看你哭啊，因为很少看你哭啊。我才是很少看他哭吧。对，峰峰好像很少哭哎。你没见我哭？我没有见过。我倒是你在我心中确实不多，你在我心中的形象就依然很强大，因为我没看见你哭过。我很好奇，你是故意营造的这样，会戳中你的点是什么？就打架把他打疼了吧？哦，是吗？好了，那我们要不借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饲养员和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我们每人说一句呗。其实那个
也像林刚才丁丁讲的，我们出道1年半了，已经就是1年半，说长不长，说短其实也不短。其实我很感谢从我们7月28号从我们啦啦啦一直支持到我们现在的饲养员们，谢谢你们陪伴我们走了1年半时间。我最近一直在吃螺丝，不知道为什么，看来我也要找人吵架练练嘴皮子。很感谢你们，就跟点点互吵。好了，说完了。你嘴贫，我让你最后说。其实我想还是感谢一下饲养员们，之前一直在夺笋，就是不管是各个平台啊，大家给我发的私信或者是评论留言，我每一条其实都有看。对，虽然说可能不是所有的都会回复吧，但是我每一条都有很认真的在看，感谢大家的鼓励，或者说最近又发的一些夺笋的东西，都还挺好的。谢谢。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饲养员们，然后从我们出道一直到现在发行第2张专辑，然后大家都在一直陪伴我们，然后一起成长，然后一起就是感动，所以不管是发专辑也好，还是演唱会也好，就是每一次就是跟饲养员们在一块的互动，我都觉得还蛮印象深刻的。然后就谢谢大家，就是我觉得我们熊猫堂能有你们这一批饲养员，我真的觉得感觉到很幸福也很感动。然后也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们。然后最近小暖心一下，因为最近其实就是秋天到了嘛，然后希望大家就是要注意保暖，北方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因为天气大家穿点衣服，不要让自己感冒了。然后南方的朋友呢，其实也秋天也快到了，虽然因为我也是国庆回去，然后就回来了，明显感到有温差，但是也是到秋天。那我们希望你们还是要就是注意保暖，不要让自己。那个，哎，等一下，我最近是不是也送你礼物让你惊喜了？是不是？有，等一下，后面两个送了没？后面两个送了吗？你是这样子尴尬了。你可以练嘴皮子。加我一个，哎，咱们不一样，同宿舍的，对不对？行，我记住你了。我觉得大家来看巡演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然后就是每一次巡演都感觉挺辛苦的。我们在台上表演，然后你们在台下其实一直站着看也是挺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对，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够让你们感觉不到这份辛苦，然后很满意。大家更满意。跟我们一起期待这次的全国巡演。好的，好的。来，顶点做个总结。其实就是因为刚才峰峰说到了嘛，这次我们巡演可能有很多场地这方不足的地方，但是在接下来我们一定会提升各个方面。然后呢，这次我们演唱会也给大家准备了 VIP 的礼包嘛，然后有 VIP 的同时，然后里面还有盲盒可以猜，你知道吗？对，我好想要。我们有时候都没有，你知道吗？对看他们手上很羡慕。对，然后其实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的舞台都能够做得比上一次更好，希望就是不会愧对于大家支持我们的这个心。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真的来听一下我们的现场，然后也让我们认识一下，就是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是什么样子，好不好？而且，而且我很好奇，就是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买我们学院的票吗？如果有的话，请弹幕告诉我，好不好？如果你有买票的话，我后面能看得到。如果你买票的话，请大家刷弹幕说永远支持我，让我看到，好不好？哇哦！卡斯，你就是今天最佳主持人，对，给你了。然后呢，那其实，在那个直播的最后了，然后我们还有一首歌想送给大家。就是这首歌为什么刚才想说最后送给大家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陪了我们这么久，我相信接下来大家也会会跟我们一起走很长的路。是，那就算与全世界为敌，我们也想跟饲养员在一起。然后我们这首歌就是峰峰还是开个头，我们一起送给大家。
说我认啥？说你爱，说我认啥？说你爱，说你爱我。差不多，好，1、2、3，说你爱我，凭什么让世界胡说？我反对。谁模糊爱人的轮廓？就算只能选悲剧的结果，宁愿跟着我一起自由的坠落。挣脱束缚绳索。爱是最高级的反驳。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然后也就是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巡演，然后能够看见大家。记住，我们最后再宣传一波好不好？我们10月24日上海，10月30日成都，12月18日广州，我们熊猫堂期待与你的不见不散。那也很感谢咪咕来电之夜这个音乐盛典邀请我们，对，我们也可以在咪咕来电之夜音乐盛典当中相见，好不好？30见哦。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此结束。大家再见，我们是熊猫堂 Produce Panda。